大家早上好啊！最近半导体行业有一则重磅的消息啊，就是关于我国在 EUV 设备上有了一些新的公开消息，发布了关于极紫外光布光器的一些具体进度，里面重点提及了有关 EUV LDP 光源的技术方案，也就是俗称的激光诱导放电等离子体极紫外光源技术。是的，我们知道在半导体光刻领域啊，布光波长往往决定了芯片的特征尺寸，进而决定了芯片制造的成败与精细化水平。目前 13.5 纳米的极紫外光是现阶段可商用的最短布光波长，也是集成电路高端突围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生产5纳米及以下制成的芯片方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啊。毫无疑问，能否获得稳定可靠的 UV 光学系统，能否拥有自主可控的设备完成 UV 光刻的工艺部署，对于未来高端芯片制造的良率和产能都有着阶段性的影响。那么什么是 LDP 光源呢？对比阿斯麦尔公司主推的正在使用的 LPP 光源又有何不同呢？两种光源技术路线各自有哪些明显的缺点和优势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科普一下这个严肃且有趣的话题。首先，为了捋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要大致了解一下光刻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啊。现代光刻机工艺始于精密工作台的定位控制，我们简单可以理解这个工艺部署是将处理好的光刻硅片送至工件台上，随后工件台下方的特殊吸盘会把硅片牢牢吸附在台体上，同步完成研磨板的高精度对位。接下来将会正式进入光刻工序，此时光源会产生具有特定强度的照明光场，经过整形等处理后会照射在研磨板上，然后光线通过研磨进入投影物镜，最终照射在硅片上。硅片上覆盖的光敏材料被曝光后，研磨上的电路图最终会被转移到硅片上，再经过显影、煎烤烘焙、去焦检测等步骤后，最终就会获得我们需要的芯片裸片了。多年来，随着半导体工业的不断推进，光刻机技术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在早期呢，在1960年前后，光刻机主要采用的是接触式光刻技术，正如其名，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的压板印刷，其原理是将电路图按照1:1的比例转移到光刻胶上，整个过程无需复杂的光学系统，能够快速制造成千上万片同样结构的半导体器件。但是往往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在实际生产中人们发现接触式光刻技术存在着一些天然的弊端，正是由于晶圆需要与研磨反复进行轻微的碰撞，这也导致了研磨与硅片非常容易损坏。在当时日均损耗率一度达到了 200%， 良品率一直无法突破 30%， 想要实现大规模生产变得非常之困难。其实如今日本在光刻机设备领域还在接触式光刻技术上不断的进行探索。目前佳能在2024年最新推出的 FPA 1200NZ NIL 纳米压印光刻机，胶料利用率已经可以做到 90% 以上了。但是即便如此，离真正的大规模商用量产还是有一段的差距随后在1970年代，光刻机厂商们为了避免反复更换研磨板的问题，开始转变思路，投入了接近式光刻技术的研发，也就是在原有接触式光刻的基础上，让晶圆与研磨板之间保留大概10几微米的间隙。后来人们又发现保持距离固然很好但是同样这样也会发生明显的衍射效应，使得分辨率变得很低。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光刻技术的历史进程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也就是在1973年 PerkinElmer 公司正式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扫描投影光刻机。这一伟大的创新也彻底改变了人类半导体工业的发展进程。与接触式光刻机不同，扫描投影光刻机在工作过程中是将研磨上的图形投影成像到硅面的光刻胶中来完成光刻工艺。随着这些年光刻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不断迭代，从美国 PerkinElmer、日本尼康、佳能到荷兰阿斯麦尔，从扫描投影光刻技术又经历到了扫描投影曝光、重复投影曝光和步进扫描投影曝光等多个改良阶段。应该说，目前整个 Illumination 系统已经成为了整个布光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了，也是光刻机最为核心的部件了。所以就如我们刚刚提到的，
人类为了获得从 DUV 193纳米的光提升至如今 EUV 的 13.5 纳米的极紫外光源，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一个不完美的过程。简单来说，随着 NV 数值的放大， UV 光子散射噪声的现象就会愈发明显。所谓光子散射噪声，指的是光子在空间中引起的光子能量随机的散射。所谓薛定谔的猫，就像上帝抛的硬币一样，就是会有一半的几率出现正面，但同时依然也有可能发生连续20次出现反面的情况。在 UV 光刻过程中同样如此，光子在真空中的分布不会是平滑的高斯曲线，而是离散事件的散射。每个高能 UV 光子会激发2次电子，又会在抗蚀剂中弹跳，直到所有能量被吸收。过去10几年来全球的科学家们、工程师们都一直在探索如何获得更高分辨率、更高效率的 UV 光源。其中在主流方案中就包括了 DPP、LPP、LDP 和同步辐射源室内光源方案。当然也有人会把 LDP 认为是 LPP 的分支，其实并不是我之后会解释。就在1990年末到2000年初 UV 光源探索的早期呢，其中 DPP 方案一直是被业界最为看重的主流 EUV 方案。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DPP 放电等离子体结构相对简单且成本更低。我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DPP 光源的工作原理图DPP 的全称是 Discharge Produced Plasma。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 DPP UV 光源的工作原理想象成一个超级打火机或者一个小型人造太阳。它的核心是一对耐高温电极，通常是由钨或者石墨制成。当高电压脉冲电源启动时，它们之间会产生一种电火花，产生强烈的电弧。这股电弧会电离吸蒸气，形成高温等离子体。等离子体中的硒离子在冷却时，通过电子跃迁，就能够释放出我们需要的 UV 光源。最终这些 UV 光会被光学系统收集并引导到光刻工具中，用于芯片制造。在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下， DPP 方案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技术方向。当时日本公司也一直非常看好 DPP 技术的前景。然而在实际的量产中，人们发现 DPP 光源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会产生碎屑，并且碎屑的问题非常难以控制，严重影响到了光学系统的寿命，甚至有时候会直接损坏整个光学系统。自此 UV 光源的问题一直卡在这里。在2000年前后， DUV 氟化铬光刻机一直是主流。日本佳能和尼康两大光刻机巨头在全球市场分别占据了 35% 和 40% 的市场份额，此时 ASML 的市场份额不足 25%。 而在此后，由于 ASML 在静默式光刻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其带来了足够的资金和资源，特别是来到了7纳米到5纳米的节点，设计规划进一步缩小193纳米 DUV 静默式光刻工艺已不再适用于未来高端芯片的需求。自此 ASML 也开始与 IMEC 等机构合作，积极的投入对于 EUV 极紫外光源的技术的探索。在早期一开始探索中ASML 其实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于 LDP 光源技术上的关注。 LDP 全称为 Laser Access Discharge Plasma， 也俗称激光诱导或者激光驱动放电等离子体极紫外光源技术。 LDP 作为一种结合激光和放电的技术，理论上具有着较高的能量效率和比较低的成本潜力。 LDP 的设计原理非常之巧妙，我大概和大家介绍一下。 LDP 的工作原理大致可以分为3个主要步骤。首先是高纯度液态锡通过旋转双盘系统形成均匀的薄膜，这2个高速旋转的金属盘利用离心力控制液态锡的分布，避免堆积，同时盘体内置冷却通道，维持锡的液态并防止过热变形。接下来脉冲激光照射锡膜表面，使其部分气化并形成预电离状态。这一步骤降低了后续放电所需的击穿电压，然后通过储能电容释放高能脉冲电流，在预电流区域引发强电场放电，将锡原子电离为高温等离子体，从而辐射出所需的 UV 光源。最后通过旋转盘用氢气吹扫，有效地减少了碎屑的发生，抑制了对光学系统的污染。然而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6年，阿斯麦尔本来已经在 LTP 方案上有了一定的工程突破，甚至决定投入更大的资源进行改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阿斯麦尔的合作伙伴美国赛马激光器公司突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吸靶体方案，俗称 LPP Laser Pulse Plasma。 LPP 采用的是一个多级二氧化碳激光和一个稀释小滴靶的方法，而不是使用经典的较大的地表面。吸靶体这个方案非常复杂，工艺难度、技术要点在于吸制小靶体的处理上。整个过程大致如下：需要把高纯度的锡加热到熔点以上，在多芯气体施压的情况下，通过过滤器像连发机关枪一样，将30微米的小滴靶以超高速度直接喷到真空管中，这个速度要达到每秒5万颗。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小吸靶不堆积成坨，需要用高压氢气不断的吹，然后这些小吸靶会被激光照射，直接打成饼状，然后再用二氧化碳激光照射这些小滴饼，这样就能形成高温等离子体，释放出我们需要的极紫外光线了。我们知道在过去赛马公司一直是做 DPP 光源的，当时人们也不太清楚赛马提出的这个 LPP 光源方案到底靠不靠谱。就在这个时候据说赛马拿出了一份几十页的技术报告给到阿斯麦尔，里面有2个关键的要素让阿斯麦尔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压住 LPP 方案。第一，在赛马的报告中显示，在实验室中 LPP 的输出功率已经可以达到50瓦了，计划最终量产的输出功率至少能够达到200瓦以上。而在当时LDP 方案还一直未能突破50瓦，加上台积电、英特尔等重要客户又一直要求更稳定的 UV 光源来支持7纳米以下的芯片制程的推动，这对于急于实现 HVM 制造的阿斯麦尔来说非常关键。然后第二点，在当时 LDP 光源在整个放电的过程中依然会产生少量的金属碎屑，阿斯麦尔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而赛马提出的 LPP 模块化的设计，这与阿斯麦尔的已有的光学系统兼容性是非常高的，这也进一步打动了阿斯麦尔。当然，阿斯麦尔在当时为何最终选择放弃 LDP 光源，转投 LPP 方案，我们现在也无从得知，阿斯麦尔后来也并未公布具体的细节。总之，就在2010年，阿斯麦尔以25亿美元的重金收购了赛马激光器公司，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对于 LPP 技术路线的锁定。LPP 技术也正式进入了商业化的进程，而 LDP 路线则逐渐被边缘化了。当然，在2013年阿斯麦尔推出的 NXE 3300 UV 光刻机功率其实已经达到了250瓦，也验证了 LPP UV 的商业化上的成功。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既然阿斯麦尔选择放弃 LDP 光源，转而压住了 LPP 光源，那是不是 LDP 技术就完全一无是处呢？事实上并非如此我这里也和大家具体的大概简单的总结一下吧。首先第一点，虽然相较于 LPP 光源， LDP 光源的电子温度更高，高价的锡离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用这种多重激发态之间的跃迁取代了单激发态的跃迁，这一特征其实也赋予了 LDP 显著的功率上的可扩展性。当前也有很多研究正在聚焦于优化 LDP 的估缩机制，并通过提高电流上升的速率，缩短电流上升的时间，减少放电回路的电感，来提升整个转换效率和光谱的纯度。这也代表着 LDP 技术的潜力其实是非常大的。第二点， LDP 其实是结合了 LPP 和 DPP 两者的优点的一种方案。相比于 LPP 需要更加复杂的光学保护机制以及 DPP 的碎屑的难题， LDP 采用的是一种旋转吸盘的设计，利用液态锡的流动和电极表面的动态更新，有效减少了碎片的产生和堆积。从工程系统长期的研发和可持续性的角度LDP 光源在能效和稳定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上是具有一个天然的优势的。最后第三点，我们知道目前阿斯麦尔主推的 LPP 光源需要用到非常复杂的镜片系统，这也导致了阿斯麦尔整个光刻系统变得非常之昂贵，其中
光学系统的布拉格反射器大大小小的光学镜片就用到了大概40多层，体积也非常之庞大。最新的 EX1 5200售价更是高达了 3.5 亿欧元，加上20秒 UV 这套系统本身又非常的耗电，由于 LPP UV 光源的能源转换率大概只有 0.02% 左右，所以输出功率只有250瓦的 UV 光刻机，实际上呢需要高达1300千瓦左右的电力来做支撑。目前一台 UV 设备每天的耗电量甚至超过了3万度，这也是目前高端芯片制造的成本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而相比 LPP、LDP 最大的优势还是完全可以绕开美国赛马激光器和德国蔡司反射镜的专利封锁实现 UV 光源的真正的自主可控。虽然相比 LPP 80瓦的 LDP 光源，理论上前期的整个产量效率和分辨率可能会稍微低一些，但是同时其设备的成本也会更低。未来如果在不断的迭代更新过程中能够逐步攻克光源功率密度、分辨率以及碎屑控制等问题，是完全有望实现商业化量产的。当然 LDP 光源也是我们对下一代 UV 光源，比如说高功率固态激光光源的一种可行的过渡方案。是的我们都在等待国产高端半导体的 DeepSeek 时刻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远大家觉得呢？今天这期视频是一期比较小众的科普向的视频，但是完全都是基于公开资料，不涉及任何敏感信息属于偏科普向的，希望对大家了解 UV 光源的发展和技术进展有更加深入了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